女孩问窗台的燕子，如果可以许愿，你想实现什么？不用再替王子打工，小燕子坚定地说。少女背起一个破布袋出门，可爱的小家伙，我来当你的星星，你的愿望就快实现了。小燕子以为天空下雨了，结果是王子在哭泣。小燕子贴心地替王子解闷，结果王子叫驼跑腿，让驼拔掉宝石做的眼睛送给穷人。你为什么要虐待动物？少女生气地说，拿着拐杖狂戳王子的脚。王子哭得梨花带雨，说，看见大家难过，心就好痛。少女冷笑道，没关系，我帮你把心拿掉，就再也不会痛了。王子安静地落泪，缩到角落，瑟瑟发抖。夜色已深，女孩慵懒地伸了个腰，终于能够起身活动。她从小眼盲，被父母丢弃在大街，咬牙靠自己顽强地撑到16岁。因为工作是捡回收，白天会被人驱赶，只能在夜晚捡拾地面的废品。窗外一片静寂，天上缀满了疲惫的星星，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，斜躺在墨青色的长椅上。大地已经沉睡了，除了微风轻轻地吹着，偶然2声猫头鹰的咕咕叫和夜猫啃青鱼的声音。为防止被掳走，女孩将泥土抹在脸颊，装扮成惹人嫌的地精，再披上破旧的亚麻斗篷。小小的身影在无人的大街小巷穿梭。半空中，一只俏皮的小燕子掉了队，驼不愿一生飞行，想有个安稳的家。微风轻拂脸面，使燕子感到轻松愉快。因为不喜欢社交，以往驼都会被其他燕子指指点点，投以异样的眼光。不晓得听过多少次，你应该合群一点，听话一点，踏实一点，聪明一点之类的话。好像越渴望跟大家亲近，双方内心的距离却反而更遥远。为了融入集体而戴上微笑面具，一步步逐渐踏入深渊，最终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样貌。神隐少女李小千的父母就因为追求欲望而遗忘了姓名。燕麦粥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名字，小燕子用翅膀拍拍脸，提醒道。忽然，一排排的路灯瞬间发出万丈光芒，像一颗颗燃烧的火球，照亮了昏暗的大街。小燕子错愕地站在墙边，眼睁睁看着底下灰蒙蒙的道路瞬间变成金碧辉煌的宫殿。金苹果树破土而出，自地面高高拔起，悠扬轻盈的歌声配合雨滴般圣洁的乐音，迷惑人心的动听旋律恍如微风轻轻拂过耳畔。是天使，天使下凡了。小燕麦又跳又叫，刺眼的光散去，一切恢复原样。唯独街道的中央多了一座近2米高的装饰艺品，雕像上贴满金箔，瞳孔是蓝宝石，睫毛是晶莹剔透的水晶。雕像刻的是一位年轻的王子，他生前住在禁止忧伤的王宫里，不知何谓眼泪，所以宫廷都唤他做快乐王子。他死后，天使们为他建造雕像，置于城镇中心，使他可窥见城中情景。小燕子起初打算睡在雕像的脚上，但他把头埋进翅膀中时，却感到一滴偌大的水珠打在他身上。他抬头一瞧，发现原来是快乐王子正在哭泣。你为什么哭了？燕麦粥歪头问。我通过窗户看见一位女裁缝正在丝缎礼服上绣着西番莲。她的儿子病了，身无分文的他们不能医病，只能喝河水，情况越来越糟糕。王子边讲边哭，手却不能动弹，无法抹去泪水。小燕子飞到王子的肩膀上，像父母照顾宝宝那样轻拍他的背以示安慰。小麻雀，能不能请你帮助他们？王子请求说。燕麦粥有些哽咽，跟着落下眼泪，难过的点头答应。驼挥动羽翼，最终落在王子的佩剑旁，取走了闪亮的红宝石。路面上月光飘摇，路灯下剪影跳动，王子心中的担忧随着燕子渐渐远去。他总算平静了下来，能够安心聆听虫鸣，享受夜晚的寂寥。驼的声音是燕子啦，你好笨哦。忽然，一道细小的声线打破了宁静。身披斗篷的女孩摸索着墙壁，正想继续前行，却撞到了本来不该存在的雕像。你走路没在看路吗？就算你是魔兽，也不可以欺负人。女子举起拐杖，做事要打他。很抱歉，女士，请原谅我没办法移动身子。快乐王子说。温文尔雅的嗓音让捡废品的少女意识到，这位不是坏人，而是一位高贵的绅士。
虽然他无法得知为何对方不能行动，但依然表示理解。没事，既然如此，我才应该抱歉。我的双眼有疾病，不好意思，无意中撞到了你。王子心脏一紧，他还是王子的时候，从未和天生缺乏五感的人相处过。他依稀记得，那些眼不能视、耳不能闻、口不能言、腿不能行走，或是手臂无力的士兵，都会被赶出队伍。而仆人中要是有谁受了伤，从此就无法再离开家里。五感缺失被大家视为天使对邪恶灵魂的惩罚，都说他们是偷偷使用黑魔法或与恶魔交易，才导致咒语反噬。可是方才经过的女子，除了脾气有些像刺猬，并没有甚么奇怪之处，甚至比那些成日寻欢作乐、常炫耀自己事迹、为追求名利不择手段，在背后偷摸陷害别人的普通人好得可多了。难道社会一直如此不公吗？少女已经离去很远，王子依然沉浸在哀伤中，迟迟无法释怀。第二夜，快乐王子看见尘土飞扬的马厩里，一个佣人正在赶着喂马清洁。天气冷得使他浑身打颤，但不得不按时工作，才能换得钱来温饱。请从我的左眼取下蓝宝石，给马厩的佣人变卖换取食物吧。王子和燕麦粥说，也许这么做能够改变佣人的现状。夜幕降临，王子一见到熟悉的身影，便高兴地开口说，女士，我帮助了一个人，你认为他会开心吗？听完那开头特别忧伤，结尾极其荒谬的故事，少女摇摇头，十分不赞同王子白天时做的事情。不，那宝石只会让他陷入更困难的境地。为什么？王子茫然地问。少女拉紧了斗篷，以防寒风刺骨。她声音闷闷地说，因为天降的财富会使人被迷惑。倘若你无法持续给予他食物，不如教导他如何减轻工作压力。基于不同的角度，他们所看见的世界是差距相当大的。他6岁起便靠自己的双手谋生，整日处于有一餐没一餐的饥饿之中，思考模式建立在血淋淋的现实上。而快乐王子所居住的宫殿却从未缺过佳肴、美酒和点心。第3夜，快乐王子看见一名卖火柴的孤儿，不小心失手导致火柴掉入水沟，已经不能再卖。要是这样空着手回家，绝对会被院长责打。他面色苍白地站在水沟旁，似乎想一跃而下，结束令人心寒的一生。为了给予孤儿继续生活的勇气，王子再次请求燕麦粥，请取下我右眼的蓝宝石，送给那孤儿。这下子，那可怜的孤儿应该可以获得一点尊严吧。由于他把自己的双眼都送出了，无法再看见任何人事物。于是当少女捡拾着人们遗落的废品，路过此处时，瞧见的便是雕像上黑黝黝的2个大窟窿。你是想吓死谁啊？才刚恢复视力，想说终于可以看见英俊潇洒的王子，结果你现在搞成这样，简直像个魔鬼。少女气愤地说。王子不语，只是一昧地落泪。他现今的样貌肯定糟糕极了，连魔兽都不害怕的人，竟然会被他吓到。我又没有说魔鬼不好，只是有点吓人。少女补充道。她随手从草坪上捡起2片银杏叶，放到王子被挖空的眼洞中。接着，她展露甜美的笑容，十分满意自己的杰作，完美。现在殿下看起来像是一棵银杏树了。王子不语，只是一昧的泪崩。天生少女没什么同情心，最喜欢看人哭。她又恶趣味地加了一句，难道我搞错了？其实你的梦想是当一座喷泉。王子不语，只是泪流成河，河水泛滥成灾。看来今年小镇不会缺水了，多亏有你，实在太棒了，不愧是善良的王子殿下。少女语气欢快地说。你就不能安静点吗？少年终于忍无可忍，无奈地回应。天知道此刻王子多么后悔，要是被取走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耳朵就舒畅了。闻言，披着斗篷的少女总算莫再说话，她看了看王子，露出欣慰的表情，随后便匆匆离开，另寻他处捡垃圾。她终于主动开始为自己争取权益了，她为他感到高兴，希望王子能够好好珍惜自己，别做会损伤健康的牺牲。小燕子绕着城市飞，每到傍晚就会回到城市中央，把驮的所见所闻告诉快乐王子。城中有许多贫困的人们，快乐王子因此下定决心，把身上所有金帛送给穷人。云雾缭绕，细小的水珠结成霜自天空落下。
雪花纷纷，城镇的居民为庆祝圣诞节，沿着屋檐挂上七彩缤纷的旗帜。你知道吗？听说昨日有天使降临，送给大家金箔作为礼物，放在每一户人家的窗边。镇民说。另一位镇民端起龙舌兰，一饮而尽，十分开心地附和：我知道，我家女儿心心念念漂亮的钢琴许久，虽然没有那么多预算，但今天我要到店里买一本乐谱给她。众人们手舞足蹈，在广场举办庆典，热闹非凡。他们直到深夜才离开，可惜没有人注意到快乐王子的雕像早已残破不堪。小燕子知小驼无法熬过寒冬，驼的生命正在流逝。燕麦粥亲吻了快乐王子一下，就掉在王子脚边，永远地沉睡过去。快乐王子那铅造的心，此刻有如玻璃般不堪一击，碎裂成数片的玻璃，像是锋利无数把的剑，深深划伤他的咽喉，令他哑然失声。夜晚的森林太过于安静，原本存在的风声、蝉声都销声匿迹，只有苍凉的霜雪躲在树梢间流泪。带有血腥味的空气中，不时扩散着几只老鼠的呜咽声，似乎是在为朋友哀悼。乌云将天空遮住，微弱的月光在枯枝败叶中泛着诡谲的艳红。今天的废品量有些多，少女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将所有物品装进一个破布袋中，缓慢地拖行至广场。她到来时是清晨，距离庆典已经过去3个时辰。忽然，有流星划过夜空，为寂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活力。夜色融融，黝黑的天幕上缀满了繁星点点，它们调皮地眨着眼睛，偷窥着人世间的秘密。明亮的日出和上万颗闪烁的流星照亮了快乐王子的后背，映衬得他失去金箔外壳的脸更加的灰暗，阴沉到不行。妈呀，你是恶魔啊！少女震惊道。然而这次王子没有哭泣，而是茫然地注视着少女，不晓得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来来来，给你抱抱啦！悲欢离合都是正常的事，我们慢慢接受，总有一天，时间会抹平这些你觉得很难跨越的坎，到时候就怎样？难道你有办法让燕子复活？王子语带怒意地反讽道。搞不好真的可以哦！少女灵光乍现，面向流星大喊：我希望王子的好朋友燕子活过来，和我们一起长命百岁。刹那间，天空雷霆大作，小燕子孱弱的身躯被金光包覆住，漂浮至半空。燕麦粥真的苏醒过来，落到王子脚边。驼挠挠头，扭扭屁股，转了个圈，再困惑地拍拍翅膀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少女蹲了下来，捞起燕麦粥，放进长裙的口袋里。似乎是感到温暖，小燕子忍不住蹭了蹭少女的手心。事情的转机来得太快，王子看得目瞪口呆，丝毫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他百感交集，宛若一条平静的河川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我还有一个愿望。少女忽然抬起头，凝视着快乐王子说。王子处于震惊之中，木讷地点头。就当你答应我了，他霸道地说。快乐王子瞪大眼睛，终于反应过来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请告诉我愿望内容。太阳爬上了山坡，放出和煦的光芒，为大地镀上一层橙黄色。小草睁开了朦胧的睡眼，大树挺直了它的腰身，瓢虫从地里爬出，大家都睡醒了，欢喜地迎接暖阳。少女害羞地低下头，握紧了手中的布袋，似乎非常紧张。她小声地说道：其实我想把你搬回家。天哪，这是告白吗？虽然这不太合理，但我喜欢你，所以可以。家里的柱子快坏掉了，我很怕房子倾倒，你愿意吗？两人不约而同地发出声音，句子重叠在一起。虽然场面十分混乱，但他们仍然将对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王子，少女，果然乐极容易生悲。王子第一次体会到，什么是沉默有如震耳欲聋。他感到无比羞耻、失望和愤怒，还有深刻的委屈，但只能默默吞下这口气，逼着自己面对现实。是啊，他在妄想什么？既然是一尊雕像，怎么会有人把它当作一个人类尊重？他的恋情才出萌芽，就被践踏在摇篮里。但好像待自己最狠心的，其实是他自己。毕竟他可是自挖双眼，还因那无可救药的善良之心，甘愿忍受皮开肉绽之苦。
抱歉，我的心里只有钱。少女说。我知道。抱歉，殿下除了当一根柱子，对我来说没有利用价值。少女又说。对不起，而且我很讨厌你擅自同情别人，打搅他们的平凡生活。少女继续说。我错了，他回应道。如果快乐王子能够低头，现在应该已经垂入泥土里。可是你并没有做错任何事，这些都只是我在表达个人观感。少女语气平淡的陈述。末了，她还诚实地说，但这一切皆和我对王子殿下感兴趣并不冲突，所以每次我都会特意路过这里，只为了来看你。听闻此言，男子心跳如擂鼓，喜上眉梢，所以我们心仪彼此。少女抬起头，眼神冷漠，充满了质疑。这种程度，在你心中算得上足够喜欢吗？当然算。得到肯定的答复，令王子欣喜若狂。少女口袋里的燕子冒出头，光明正大的在王子面前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用嫌弃的语气说，好轻浮哦，像没见过世面的少爷。王子感到困惑，什么时候燕子开始选边站了？我们坚定的兄弟情谊呢？哈哈，燕麦粥有趣的评价令少女卸下心防，不自觉笑了2声。她赞许地摸摸燕子，语调温柔地说，她太愚蠢了，我们别搭理她。走吧，小可爱，该回家了。请稍等，王子焦急地大喊。可惜，少女头也没回的，拖着沉重的布袋走远了。看着街道人来人往，王子屹立不摇地站在广场中央，冥思苦索整整2周，仍无法参透少女为何选择放弃，抛弃一切离他远去。还未等他思考清楚，意外就降临。对不起，请借过。让，请让我过一下。熟悉的声音传进王子耳里，掀起层层波浪。没有披斗篷的卷发少女正朝着广场中心撒腿狂奔。她那张皎洁的脸庞第一次没有抹着泥泞，干净地出现在大众面前。邻居们讶异地看向她，记忆中这女孩在白天出现还是在3年前，恍如隔世。她身手矫健地穿过人群，来到快乐王子身前。跟我回家。我家的柱子坏掉了。她双手叉腰，任性地道。王子愣了一会儿，口气非常冷酷地回答，恕我拒绝。跟我回家。我家的柱子坏掉了。少女重复一遍，张开双臂，边说话边比划房子歪斜的情况。王子不为所动，只道，救急不救穷。他伸手扑向前，一把将雕像扛在肩上，嘴里喃喃道，对，没错，你终于领悟了。但是啊，我确实需要救急。从此之后，他们一人一雕像一燕子，在小小的木屋里过上了吵吵闹闹的幸福生活。